本吹了3年的牛，如今被中国率先实现了。3月11日，中国自主研发的 T1200 级超高强度碳纤维正式全球首发，这是目前全球强度最高的工业化量产碳纤维。中国也成为全世界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100吨级量产的国家。那这个 T1200 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到底有多强？它可以应用到哪些关键领域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2026年3月11日，中国建材集团自主研发的 T1200 级超高强度碳纤维正式全球首发。这时不光在材料圈、军工圈炸了锅，就连不怎么关注高端制造的普通人也能感受到这份突破的分量。这款碳纤维是目前全球强度最高的工业化量产碳纤维，中国也成为全世界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100吨级量产的国家，一举填补了全球相关领域的空白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标志着中国在超高强度碳纤维赛道彻底摆脱了跟跑地位，直接站到了世界领跑位置，再也不用看美日企业的脸色。可能有人对 T1200 这个型号没概念，简单来说，碳纤维的 T 系列数字越大，性能越强，每往上提升一个级别，技术难度会指数级增加，不是简单升级就能实现的。这款 T1200 级碳纤维单丝直径不到头发丝的1/10，通过电子显微镜放大800倍后，能看到它的表面布满鳞片，直径约67微米，而它的直径还不到4.5微米，细到肉眼几乎难以分辨。而它的拉伸强度能达到8000兆帕以上，是普通钢材的10倍，密度却只有钢材的1/4。同等重量下，它的承重能力远超钢材，实用性拉满。更难得的是，它并非实验室里的稀罕样品，而是真正能投入使用的工业化产品。100吨级的量产能力意味着它能真正服务于各个高端产业，不是用来秀技术的。据研发负责人陈秋飞介绍，这款碳纤维和上一代 T1100 级相比，拉伸强度提高了超过14%，凭借着轻质高强的特点，能让军工产品减重10%以上，在商业航天、低空经济、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里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。它的性能还很全面，耐腐蚀能力极强，生产过程中经过近2000度高温碳化，化学性能特别稳定。把它和金属片一起放进王水里，金属片会瞬间发生剧烈反应，而它泡多久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防火阻燃性能也很突出，用喷火枪烧，它的编织布料中间被烧红，却不会冒烟，不会被点燃，安全性能拉满。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承重能力，一根由12万根碳纤维丝拧合而成的绳子，绷紧后直径不到2毫米，却能拉动满载54个成年人的大客车。这份实力，全球范围内找不出第二个。当然，此次突破的意义远不止一款高端材料那么简单，它打破了美日多年以来在超高强度碳纤维领域的垄断，让中国彻底摆脱了被卡脖子的困境，更构建起了从 T300 级到 T1200 级全系列碳纤维自主供给体系，为中国航空航天、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，也让中国高端制造的底气更足，不用再担心核心材料被人卡脖子，这才是最解气、最有价值的地方。20多年前，碳纤维被称为黑色黄金，是实打实的战略物资，不管是航空航天、高端装备还是军工领域，都离不开它。那时候，全球高端碳纤维的技术和产能几乎全被美国、日本垄断，他们把这项技术当成核心机密，对中国实施严密封锁，不光不卖产品，连相关的技术资料、生产设备都严禁出口，哪怕中国愿意花高价，也买不到一根合格的高端碳纤维。那时候的中国在高端碳纤维领域一片空白，只能依赖进口一些中低端产品，而高端产品完全被卡脖子。国内的尖端装备研发常常因为没有合格的碳纤维材料，陷入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。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吕春祥回忆，当年为了攻克最基础的 T300 级碳纤维，他们接下了3年攻克的军令状。要知道，国外研发 T300 级碳纤维用了整整15年，中国要在3年内走完别人15年的路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那时候中国没有成熟的技术，没有先进的设备，甚至连参考资料都少得可怜，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摸索，一点点试错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只能硬磕。那时候国外企业还嘲讽中国，说中国这辈子都造不出高端碳纤维，只能一直依赖他们进口，甚至故意抬高中低端产品的价格，坐地起价，就是看准了中国没有替代方案。然而面对这样的嘲讽和封锁，中国没有退缩，也没有气馁，反而激起了骨子里的韧劲。既然别人不卖给我们，不教我们技术，我们就自己研发，哪怕多花几年、10几年，也要攻克这个难关，打破他们的垄断。就这样，中国的研发团队一步一个脚印，从最基础的原丝制备开始，一点点突破技术瓶颈。不过，碳纤维的生产远比想象中复杂，整个生产流程跨越1000多米的高温生产线，需要3000多个精密工艺实时精准控制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都会导致产品报废。就拿原丝来说，它是碳纤维的基础，纯度、分子结构、均匀度都要达到纳米级标准，哪怕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气泡，一丝杂质，最终的碳纤维都会直接报废。那时候，中国连生产原丝的设备都没有，只能自主研发，反复改进设备，优化生产工艺。经过无数次试错，终于生产出合格的原丝，为后续的研发打下了基础。原丝生产出来后，还要经过预氧化、无氧碳化等多个环节，其中预氧化环节最考验火候的把控，需要在200度到300度的氧化炉中进行，温度高一点、低一点都会影响产品质量。温度把控的精准度直接决定了后续碳纤维的性能。在10几层的 S 型往返卷轴上，白色的原丝慢慢进入氧化炉，随着进出次数的增多，颜色从金黄变成深黄，再到棕色，最后变成黑色。这个过程看似简单，却需要精准控制时间和温度，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。无氧碳化环节更是关键，低温炉600到1000度的温度要去除原丝里的非碳物质，高温炉1000到2000度的高温才能让原丝真正完成碳化，变成高强度的碳纤维。2008年，中国终于攻克了 T300级碳纤维技术，解决了高端碳纤维从无到有的问题。虽然这款碳纤维只是宇航级的入门款，性能和国外的高端产品还有差距，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，让中国摆脱了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，也给了整个研发团队极大的信心。2015年 T700级碳纤维实现量产，这款碳纤维的性能大幅提升，拉伸强度达到 4.9 兆帕，能够满足工业高端领域的需求，很快就投入到实际应用中，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级别碳纤维市场的垄断。这时候，国外企业开始慌了，他们没想到中国的研发速度这么快，原本以为能一直垄断高端碳纤维市场，没想到我们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追上了他们几十年的步伐。为了打压中国的碳纤维产业，国外企业开始降低产品价格，试图用低价挤压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，但中国没有被打垮，反而凭借着更高的性价比和更完善的服务，慢慢抢占市场份额，让国产碳纤维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。后来，在研发高端碳纤维的过程中，中国还遇到了一个关键难题——干喷湿纺技术。这项技术是 T800以上级别碳纤维的关键前置工艺，此前一直被日本封锁，中国没有任何参考资料，只能自主攻关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2017年，中复沈英联合东华大学组建专项研发团队，专门攻克这项技术。研发团队每天泡在实验室，反复实验，不断优化工艺参数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。经过2年多的努力，终于突破了干喷释放技术，打破了日本的技术封锁，后续为 T800、T1000、T1200级碳纤维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项技术的突破让国内高端碳纤维的研发速度大幅提升，很快中国就实现了 T800级碳纤维的量产，摆脱了该级别碳纤维依赖进口的困境。之后又逐步实现了 T1000级碳纤维的小规模试产，一步步向全球最高水平靠近。这时候日本东丽也没闲着。作为全球碳纤维领域的老大，东丽在2023年10月高调宣布开发出了 T1200级碳纤维。当时外界一片惊叹，毕竟东丽有着半个世纪的技术积累，年产能超过2.9万吨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根据东丽自己的规划，他们要在2025年完成材料认证，2028年才能启动量产。那时候国内还在推进 T800级碳纤维的规模化应用，
T1000级也只是小规模试产，很多人都感慨动力不愧是行业大佬，技术实力确实领先，甚至有人觉得中国想要在 T1200级碳纤维领域追上动力，还要走很长的路。可谁能想到，仅仅2年多的时间，中国就实现了逆袭，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如今，中国建材集团直接宣布 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全球首发，并且已经具备100吨级量产能力，比动力预计的量产时间整整早了2年。这就是中国速度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